停 ，Stop thinking， 不要紧张，你只要冷静，你就会有好的表现。这句话其实是一个陷阱，也是一个谬论。Hello guys， 我是达的 KP。那最近很多人就是私讯我，还有就是写 email 问我说，达的 KP， 你怎么有一阵子没有去更新你的影片？那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这阵子真的是太忙了，因为前一阵子我去法国开会，那就是去那边担任一个 chair， 从法国回来德国之后，又忙着去做一些国际的研究合作案。所以才会一直忙到现在，终于有时间可以安静的坐下来，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些新的心理知识。停 ，Stop thinking， 不要紧张，你只要冷静，你就会有好的表现。这句话其实是一个陷阱，也是一个谬论。相信各位在紧张的时候，一定听过以下的这些话，不管你是对自己说，还是对别人说，不要紧张，不要忘词，不要失误。这些话其实听起来好像真的可以减轻我们的压力，可以避免我们的表现失常，但其实这可能反而会增加你的压力，而且可能会导致你的表现失常。这是为什么？你有没有听过白熊效应 （White Bear Effect）？这是由 Wigner 透过一个实验所提出的效应。如果你没有听过，没关系。就让我们在这边做一个简单的实验。现在，请你先看这个图片。那在这个图片里面有26个英文字母。等一下，我会请你在脑中念出这26个字母。准备好了吗？等一下，请你在心里默念英文字母的时候，请不要去想这一只白熊，这一个可爱的白熊正在向你挥手。绝对不要去想这个东西。如果你在默念英文字母的过程中，这一只白熊突然呈现出在你的脑海中的时候，你就动一下你的手指。那最后，当你念完英文字母的时候，你去算一下，你动了几次你的手指。那你在留言区告诉我，让我知道。好，那我就给你10秒钟来快速的心里默念这26个字母。开始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在默念英文字母的过程中，这只白熊总是不知不觉的就呈现出在你的脑海中？那这研究主要就是要告诉你，当我叫你不要去想白熊的时候，你越是不去想，反而白熊出现的几率会越高，而且次数会越频繁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其实有2个理论可以解释这样的现象。第一个是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theory， 那这个 theory 叫做心理抗拒理论。那另外一个是 ironic process theory， 那这个叫做矛盾反弹理论。那我个人认为反弹理论比较可以解释，当我们在压力下的时候，为什么当有人跟我们说不要去做、不要去想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反而会去一直想。其实这个理论的基本假定非常的直观，是说，当你在压力的情况下面，你越想要去控制一些东西、一些想法的时候，反而你越不能控制。从认知心理还有大脑神经科学的角度，可以解释这个现象。我们认为，当你感受到有压力的时候，我们的认知容量其实会变小，也就是说，当下我们其实是没办法去记住太多的资讯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面，当你感觉到有压力的时候，如果有人跟你说不要紧张，不要失误，这时候你就要有心理准备，因为你的大脑当下可能只会记住紧张这件事，这样其实反而很容易让你变得更紧张。那这个不管是在运动场域，你是选手，或者是你是在工作职场上面，或是你是一个老师，你要去参加演讲的时候，这都可能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而影响到你的表现。那如果这时候有人就问Dr. KP， 好死不死，有人就是不讲武德，看到我很紧张的时候过来跟我说，不要紧张，不要失误，这时候我该怎么办？首先，我们要解决这样的问题，我们就要先知道什么是紧张，紧张的概念是什么。那紧张其实可以被定义是一种对于结果的不确定性，
而产生的一种焦虑。那这个焦虑也包含了担心，担心你可能没办法把事情做好，或是你很焦虑，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接下来的结果。那既然我们现在知道结果的不确定性会让我们感觉到紧张，感觉到焦虑，那我们就来思考一下，脑力激荡一下，这样的结果是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？给你5秒钟去想这个问题啊！经过这个非常快速的5秒钟，其实应该只有0.5秒的时间让你去思考，但是你只要静下来去思考一下，这样的结果是不是你可以控制的时候，你的大脑就会知道说，其实这个结果是我不能控制。我们举例来说，假如你是一位运动选手，你比赛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夺金牌，那夺牌是不是你可以控制的事情？再来，如果你是一位演讲者，那你要去演讲，对吧？那在演讲的过程中，观众的反应是不是你可以控制的？那经过这样的思考，其实你会发现，那些结果其实是你不可以控制的。但是为什么你还要去把注意力放到上面呢？所以当你理解到这个意义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啊，原来我们应该要把注意力放到我们可以控制的事情上面。像刚刚举的例子，夺牌，我们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夺牌上面。夺牌是一个目标没有错，但是你在比赛的过程中，你应该就是专注在你的技术展现，或是你原本的训练的策略的展现。那又或者你是在演讲的过程中，你可能就需要把注意力放到讲话的速度，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些东西才是你可以控制。其实刚理解这个概念之后，你就会知道你应该要把注意力放到你可以控制的事情上面。那到底有哪些地方是我们可以控制的？首先，我们必须要先知道的是，当我们在压力的情况下面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理跟生理会产生哪些特征？那其实过去很多研究都已经证实了，当我们感觉到压力的时候，我们的生理特征很容易会出现心跳加快、口渴，还有身体僵硬。那心理的部分就比较像是会胡思乱想，或者是你在执行一些你原本拟定好的计划的时候，脑袋呈现空白。所以当我们察觉到我们这些心理特征在压力的情况下产生的时候，其实你就知道你该用什么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。举例来说，就像是当你感觉很紧张、心跳很快的时候，呼吸很急促的时候，其实你就可以用呼吸的调节法，深呼吸，然后吐气，来去减缓心跳的速度。那如果你感觉到口渴，你就小口小口的喝水，这也是一个解决的方法。那如果我会胡思乱想，其实你当下就是尽量的去专注在你要执行的战术上面。那这时候可能有人就会想要问Dr. KB，我就已经很紧张了，所以就会胡思乱想。也因为胡思乱想，我就没办法去想战术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就会建议你说，你在平常练习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用简单的关键字去放在你的战术上面。假如你是一位游泳选手，那你要有一个100公尺的自由式好了，那你主要的配速是前面50公尺可能用8分力，然后后面50公尺可能就用全力。其实你在紧张的过程中，你只要告诉自己前50 8分力，后50 10分力，就8或10，用简单的一个数字或是简单的一个字来提醒自己你该怎么做。所以下次如果你很紧张，但是有人跑过来跟你说不要紧张的时候，你就听听就好，专心的去察觉当下你的心理或是生理的特征，然后去针对那一个问题去进行解决。那像我刚才提到一些解决的方法，像是呼吸法啊，或者是你必须要用一些简单的关键字去提醒自己该如何执行战术。这其实不是像讲的那么简单，这其实是很复杂的。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训练的步骤是需要去执行的。好啦，像刚才听那么多，从一个现象到一个理论到解决方法，你都已经了解，但是你还是觉得很困难，不知道该怎么执行的话，我这边给你一个懒人包，让你去慢慢的尝试这样的技巧。那这一个简单的心理训练计划其实有2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我称为察觉，那就是下次当你在某个场域或者是场合里面，当你觉得你好像很紧张，感觉到紧张的时候，
请你把注意力放到自己的身上，去察觉一下，去观察一下，到底你是生理上面特征出现了，还是心理？那生理的特征其实就像是心跳加速、口渴、身体僵硬。那心理的特征就是胡思乱想，没办法专心，不知道该怎么做，脑袋空白。所以先学习在压力的情况下，察觉到自己的心理或是生理特征，这是关键。那当你持续的练习，而且你发现你的察觉能力真的有提升之后，你可以进入步骤2。那步骤2其实很简单，就是针对你当下的一些心理特征或者生理特征，去找出可以解决的策略。那举例来说，就是当你感觉到压力的时候，你已经察觉到我的心跳已经开始加快了。好，这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去尝试用一些方法去降低你的心跳率，像是你可以采用呼吸的调节法，或者可以采用闭上眼睛3到5秒钟，先去阻绝那些刺激的讯息，让自己慢慢的冷静下来。这时候你的心跳也会跟着下降。其实当你对这样的步骤还有策略越熟悉的时候，其实你是更了解自己，而那只白熊只能乖乖的站在远方跟你挥手，向你致敬，不会去影响到你的表现。另外，告诉你一个小小秘密：如果你是运动选手，那下一次在比赛的过程中，你看到你的对手看起来很紧张，你可以不讲理的，而且狠狠的看着他，告诉他说不要紧张。Alright， 伙伴们，如果下次白熊又出现在你的脑海中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有相对应的策略去解决这样的问题。我是Dr. KP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。